世界最大运输机安225不幸毁于战火，这架超级运输机经历怎样的发展？它对于世界航空工业有怎样的影响？近日，俄乌大战还在持续升温，两国之间的战争俨然呈现出了一种要打持久战的态势。这也使得两国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虽然俄罗斯占据了战争的绝对优势，但是由于乌克兰的顽强抵抗，这也使得俄罗斯只能循序渐进，被拖入与乌克兰的阵地战中，并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当然，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就会有破坏，就会给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不，有消息称，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发生激烈战斗，这就使得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25被完全摧毁，这也是世界航空的巨大损失，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据消息称，俄罗斯利用飞弹轰炸乌克兰的多数机场，其首都基辅西北方的安托诺夫国际机场也遭受攻击。且通过最新照片显示，世界最大的运输机安225在机库中被摧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乌克兰的这架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确实是在战火中被摧毁，这对于世界航空工业的发展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且只有唯一的一架，虽然其2号机还正在研制，但是由于难度确实十分巨大，所以能否研制出来还是未知数。因此，这架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被毁，确实是世界航空工业的发展巨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安225运输机被毁之前，就有专家建议乌克兰应该强行将安225飞往中国，以此来躲避战乱。我们一起来看看安225的发展之路。据悉，安225运输机是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制的超大型军用运输机，其当时被研制出来的用处就是为了运输前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而研制。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运输机，它的机身全长84米，翼展88.4米，货舱最大载重将近250吨。加上机身顶部载重最大，起飞重量可达640吨，而且在全负荷的情况下，安225可以飞行约2500公里。因此，这也使得安225在运输机的领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据专业分析称，安225的单程运输能力是波音货机的5至6倍。当然，其除了惊人的载重量，由于机身庞大，安225可以携带更多燃料，因此具备了超远的航程。有数据显示，安225在空载满油状态下，其最大航程可达1.5万公里，携带100吨货物的最大航程为9600公里，携带200吨货物的最大航程为4500公里。因此，对于安225运输机超强的营运能力，安东诺夫航空公司也表示，这是人类货运航空史上单次装载货物体积最大的一次。值得一提的是，安225运输机自2001年投入商用以后，其就创造了240多项世界纪录，这在世界航空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成就。此外，安225运输机除了承担民用物资运输之外，还可以承担军用战略物资和重型装备的运输，包括重型坦克、火炮，甚至直升机、火箭、导弹和成套的防空反导系统等，具有快速投送军力的能力。此外，有专家表示称，安225还可以作为卫星等航天器的空中发射平台，从而无需建立庞大的火箭发射基地，这就使得火箭在发射时机和空间的选择上非常具有灵活性，这也将使得火箭发射的成本大大降低。虽然安225运输机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因其具有的庞大机身尺寸和载重，缺乏自身机动性，在战场恶劣情况下的适应能力不强，所以对机场设施的要求也很高，因此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此后，随着苏联经济条件恶化，无力支撑太空计划的展开，这架安225大型战略运输机也一度长时间停放在地面上。后来，随着苏联解体后，该机连同安东诺夫设计局一同分给乌克兰，也包括第2架尚未完工的安225运输机。本来此前乌克兰还计划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计划重启安225运输机的研发计划，并且将目标对准了中国，且订单金额高达21亿美元。正是由于其研制的过程也十分复杂，所需要的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
因此乌克兰本国的工业无法完成建造。而乌克兰此前和俄罗斯又处于冷战状态，所以放眼全球，只有中国有能力、有需要去完成安225运输机的生产。本来中国是有意想要来帮助乌克兰建造安225运输机的，但是由于乌克兰此前在马达西奇的合作上和美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这使得中国很不愉快，而且此前还曾帮助乌克兰的航空业复苏，为其提供发展的生机和动力。但是乌克兰毫不珍惜，反而是联合美国一起来坑中国，完全不顾国际的道义，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此前马达西奇由于面临发展困境，就向中国求助，而中国也愿意和其合作，并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因为中国正好需要发动机技术，而且马达西奇也参与了安225运输机的生产，这样能让中国有机会弄到安225运输机的技术，以便可以造出大型运输机。在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的牵线搭桥下，中国企业北京天骄和马达西奇在2016达成收购协议，北京天骄用2.5亿美元收购马达西奇，从而能够占有马达西奇共56%的股份。就在双方快要达成合作的时候，却被美国给搅乱了。美国暗地在乌克兰挑起颜色革命，这样的后果就导致乌克兰本国经济一落千丈。这时，美国就采取其一贯的伎俩，以装好人的方式来胁迫乌克兰，假意答应给乌克兰援助，而美国实际的目的，则是为了阻止马达西奇和中国的合作，而在其中从中作梗，以此来达到阻止中国收购马达西奇的目的。对于美国的从中作梗，乌克兰政府肯定是支持的，而且选择站队美国，完全不顾马达西奇公司的死活，持续给马达西奇公司施压，阻止马达西奇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甚至还做出了将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强制收归国有的决定。对于乌克兰的这一行为，使得中国企业感到十分气愤，因为中国企业此前还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和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乌克兰政府的这一行为，也是使中国企业此前在收购上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正是因为乌克兰此前帮助美国来针对中国，所以在乌克兰想要中国帮忙重启安225运输机计划的时候，中国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因为中国不会再上当了。因为对于乌克兰的言而无信，这就使得双方的合作产生了不信任的因素，所以这也使得中国不想再与乌克兰进行合作。因此，正是由于乌克兰这样的行为，所以才会使得安225的重建计划被泡汤，这也导致如今唯一一架安225运输机也被毁了。所以这只能说是乌克兰自己做的决定，从而导致如此重大的损失，这完全是受了美国的蛊惑，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如今全球最大的运输机毁于战火，这架唯一无二的运输机，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巨大飞机，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这对于世界航空工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